谢霞逊棋王杯象棋国际公开赛第2轮的焦点对决是由红方玉面神佛蒋川对阵黑方六脉神剑赵欣欣。开局选择飞象对视角炮，红方选择横车，黑方跳马，红方平车捉炮，黑方就跳马形成弹子炮。红方边马，黑方出车，这里走一个巡河，准备要挺边兵，将来上马打车。黑方走车2进4，红方按计划挺兵，下步棋威胁跃马打车，然后踩卒，所以黑方赶快先把车拉过来。红方跳马的时候，黑方抢先卒3进1，这也是流行布局。此时红方选择炮2退1，将来准备炮2平7，瞄住对方的3路线，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进攻思路。黑方此时走了一个车9进1，在以往的对局当中出现较少。此时红方如果走炮2平7，黑方会有一个平车抓士，红方跳马之后再选择霸王车腰对。那么下到这儿，如果红方用车来吃，换掉之后左边的马肯定是受攻，而且一路车还没有动。那么如果选择兵5进1，黑方可以卒5进1，这里呢在中路形成一定的威胁。黑方接下来还可以炮4平5，准备从中路形成反击。红方有一些担心，所以在这个局面下，为什么蒋特大走的是炮2平5而不选择平7呢？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当你黑方在平车的时候，我就可以马2进3。那么此时如果你黑方还是按计划跟我对车，我就可以兵5进1。现在我有了中炮的底气，不惧怕你卒5进1或炮4平5。所以黑方一看啊，对手走的是摆中炮，所以对车的意义已经不大，实战走前车平8，好棋，封锁住红方的一路车。那么接下来蒋川选择兵3进1活马，黑方选择点车进来，此时选择抬车腰对也是可行。实战蒋川选择退炮打车，赵欣欣选择退回来。那红方呢再炮5平7，这个中炮的整个思路或者是它的作用呢已经完成了。先把炮卸掉，继续瞄住对方3路线啊，将来补势固防。黑方选择补一手，红方象位车，黑方在补象。以上的招法双方下的非常精确啊，也很精彩。接下来呢，红方跳马进去，准备发动攻击。黑方选择对卒，这里伏有进炮打马的威胁。红方平车腰对，好棋，是化解的妙用。此时黑方显然是不能去吃车，否则红方踩上去之后，象位车正好亮出，逼迫黑方来吃，这样呢红方占优。实战选择平过来，那么红方就兵3进1，黑方吃掉。此时看起来好像有一个进炮打双车，但黑方跃马或进炮都可行。比较安全的走法是选择炮4进2，这样呢强行顶住。红方此时如果换掉，显然没有便宜，所以又把炮退回来。这里给马生根之后，伏有炮7平3打车的威胁。那黑方走一个进炮。下到这里，双方进入比较关键的节点。如果红方选择补士，那么黑方简单把炮退回去即可，这样呢也很安全，双方是基本均势。红方没有便宜，因为你上士之后啊，自己的炮也被挡住了，过不来。所以蒋川呢这里想了一下，选择马7进9，这样呢强行进攻。在这个局面下非常的关键，黑方正确的走法应该选择退一步炮，把这个卧槽的点呢给防住。那如果你强行进车，我就退炮打你，你卧槽把我吸住，我就强行出将，就是要打你的车。把你的车打走之后，再选择抬一步，现在用8路炮打马。红方如果平炮打车，我这里就平过来给你对。应该说黑方是完全没有问题，阵型非常结实，完全不用惧怕对手的进攻，甚至有一定的反击。但可惜的是，实战当中赵欣欣特大走的是车7平4，看起来好像没事儿，但红方甩车之后，下步棋伏有跃马踩双车的威胁，黑方由此落入下风。
这里只能打马，你不打呢，他下不起马三进四，你受不了，这边踩着2个车，还要抓着你的7路马，所以呢，黑方只能被迫用炮来换马。红方下到这里，用车来吃炮是更加有威胁的选择。吃掉之后，黑方如果马7进6，那么红方可以一连串的进攻，很精彩。我们来欣赏一下。首先呢是卧槽一将，再进车一将，然后进车下2线强行捉车。黑方补士之后，这里有一个妙手打卒，显然你是不能去飞我的啊！如果你飞掉我这边杀象一将，再选择杀士，形成精妙绝杀。这个棋呢，非常的巧妙。所以你不能去飞我的炮，如果你选择回马，那正好我的炮打完车之后抢一先，给马生根，然后进炮打死车。红方一连串的手段，黑方招架不住。这里呢，红方得车胜定。那么实战当中，蒋川特大可能觉得这个棋啊，对方未必会上马，但实际上啊，黑方不上马呢，也有很多进攻的思路。那么蒋特大呢，实战走的是用炮来打掉啊，这个棋呢，实际上是给了黑方机会的。黑方选择跃马上来，因为你不跳马，人要打象。这里红方炮点下2线，准备配合卧槽马去进攻。黑方此时正确的走法，考虑落势比较稳健，那么你要卧槽，我就退车来捉，你红方的攻势呢就被我化解掉了。红方没有什么好的进攻思路啊，黑方呢没有问题。实战当中选择的是回马，这个马呢虽然暂时看住了，但是位置呢比较差劲，也是为后面的失外埋下了伏笔。走到这里，红方选择点车，继续切入黑方的阵地。黑方进车吃，红方就抬一步。这里黑方选择炮平9，可能更加有攻击力。将来炮打边兵，准备配合2个明车去攻击底线。实战当中选择退一步，没有进攻的力量，那么对于防守呢，其实作用也不大。红方此时选择车8进2，能够取得不错的优势。那么蒋特大呢，此时选择补士，实际上呢是再次给了黑方机会。黑方此时如果选择上马呢，用处不大，因为红方的马可以回来将其别住，这样呢黑方的2路马也不好受。实战当中赵欣欣选择挺卒是好棋，送掉这个卒之后选择对车，这样呢把这个车对掉之后，那黑方呢暂时可以喘一口气。红方平车来捉，如果换掉的话呢，红方车双炮显然是更为灵活的一方啊。黑方不愿意剩2个笨马，所以选择躲炮。那么红方呢，这里平炮扣一下车，浮有退炮打死车的危险，黑方只能赶快躲开。这样呢，红方的马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只能先逃一手。下到这儿啊，依然是红方占优，控制局势。黑方选择炮打兵，准备反击。蒋川退守车非常细腻，准备吃边卒抢先，还要吃中卒。黑方下底，蒋川非常稳健，选择退回来。那现在还吃着边卒，黑方你躲得了边卒，但你躲不了中卒，这样一吃，黑方很麻烦，因为这个马呀，为了去看卧槽，跳回来之后被红方夹在这里，非常难受，没有好位置。那么如果你不动，我下步棋炮6进3将你顶住啊，将来再摆中炮啊，或者是其他的进攻思路等等都可以。黑方的这个马呀被夹在这里，非常的难受啊。比如说我炮6进3，还有炮6平7啊，打车这样的再吃马等等一些威胁和手段啊，黑方呢都很难下，所以被逼无奈，黑方只能是弃马搏啊，这样呢踩掉这支兵。红方自然是接受，虽然这里呢可以杀掉2个象，但毕竟是少了一个大子。蒋川选择回马登车，赵欣欣退车，红方再选择回马，准备伺机向前冲锋，威胁对方卧槽。黑方平车顶住，蒋川就回车保一下。黑方进马登车，红方车5平8。由于黑方少一个大子，必须要抢先进攻，否则呢纠缠时间久了，自然不是黑方的对手，所以选择强行跳进来。这里看起来有一个威胁卧槽的进攻，很厉害，但红方有一步马3退4，蒋川这里下的非常的精确。
回马夹住是防守的妙手，这里呢黑方难以进取。走到这里，黑方比较顽强的做法只能是车点下二线。那么红方补士之后再退车吃中兵，红方如果平车保住，黑方就平车先把这个马压住。那么暂时虽然红方优势多子，但是呢也不好开展，限制在这儿，僵持在这儿看你红方怎么动，可能是比较顽强的走法了。那么实战当中，赵欣欣选择直接博士，看起来是一步好棋，岂料这是对手精心布置的陷阱。红方一步上士，黑方非常的尴尬，因为你这个马跳不出来，你回马将我正好打你车，你又不好意思把马跳回到原位，这是一个死路，因为你跳进去就出不来了人家可以炮3进4顶上去，在将来呢炮3平5，所以黑方这个马非常麻烦，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是被迫走了一个车西平6。蒋川选择甩车，又是一步精妙的防守好棋，让黑方陷入绝境。将来伺机有退底线逼迫对方交换，这样呢进而去困死对方的马。黑方赶快进车，意思说呢消灭你的中兵，将来把你中兵消灭之后这边如果形成交换，那我的马呢可以回到中间的位置上这样呢不至于被捉死。但岂料呢红方有一步非常精妙的退车要对，黑方没有办法，你不能躲，你躲了人车回到底线再对，这个马呢就要宣告阵亡了，所以呢只能选择对调由此呢红方确立多子的残局优势黑方此时呢已经很难下。回马先将，虽然把这个中兵呢给干掉了，但是红方吃掉边卒之后，由于还有一个边兵和边卒没有处理掉，双方争夺的焦点很明显就在9路了。此时黑方选择退炮，蒋川平过来，这里摆一个中炮威胁一下，红方就出个老帅。走到这里黑方明智一点呢，可以考虑把士打了这样呢把这个红方吃成光将，将来防守呢还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或者是骚扰的空间，毕竟红方光老帅呢进攻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实战当中不想让这个卒白白丢掉，选择回马并不明智，因为这个兵黑方已经抢不到吃不到了所以还不如就吃一个士。结果呢人家进炮一看，这样呢兵和士啥也没吃着，实战选择回马，人家就简单打掉，那正好这个炮呢这个兵生根，你黑方吃不到，实战选择退回来这边呢是马踩兵，红方就上马先踩一下，然后再冲上去。你这里跳马打呢，我正好有一个回马就保住了这个棋呢红方巧妙的把这个边兵呢给护住，保留这个边兵，红方呢就是必胜。接下来选择回马向间，虽然黑方也极力的去骚扰红方，但是都被红方一一化解。此时选择出老将这里呢就摆一个中炮，彻底放活自己的边兵，黑方败势已定。这里选择把兵呢简单先靠过来，那么要求对炮，黑方肯定也是不肯，那对调之后马炮兵必胜，只能躲再选择呢平炮将军，然后平炮再将，然后选择下兵。红方依靠自己强大的残局，慢慢控制住对手，保持住优势，慢慢向前推进。黑方已然陷入绝望，选择退炮，这里选择跃马踩炮，红方平炮顶住你跳进来我也不理你，继续靠兵，这个兵呢卡到你的象眼位置，让你非常难受。然后再选择跃马，准备马9进8，退回来先防住这个点位。那么红方呢多子下得很细腻，退炮先卡一下，不给你那些可操作的空间，不让你经常骚扰我，这样呢用炮别住。那黑方选择将军就出个老帅再回来。红方下得非常细用子力呢尽量贴住你的马，不让你的马乱动，然后选择平炮叫杀。你这里出老将，我就平炮将军再选择进炮打象，然后回马，子力的位置呢更加的协调，下步棋准备要强行跳上去威胁卧槽杀棋。黑方赶快防一下，那么红方呢再把炮平过来，然后平炮将军靠兵抓象，
再平兵抓士，黑方选择出来。此时红方回马，子力向右边移动，再选择对炮，黑方还是不敢对，选择躲。红方炮二平四，基本上就锁定了胜利了。现在要拱士，你黑方没有办法，想防守只能选择平炮，这样呢被迫要求对炮，这样呢把黑方的炮给对掉之后，这个棋呢依然是没有悬念。如果是用马来对呢，那么炮的防守还能更好一点，这样呢黑方只剩下一个马，这个棋确实是防不住了。红方呢还有一个士作为炮架，这个棋呢非常的完美，应该说对于红方来说，这个棋呢没有悬念。此时选择退炮，准备平炮将军。蒋川非常有经验啊，这里先将一将，凑一下时间，然后回马是一个叫杀，回马踩炮，红方正好顺势把炮推回来，拿黑方进将，红方就直接先躲一手，再选择卧槽将啊。如果你选择出老将，那我下士再上士叫将，黑方大概率是要丢士象了。此时选择平六啊，也于事无补。蒋川一步平炮锁定胜利。黑方实战选择回马，蒋川选择退炮，等一手，这棋下的非常巧。看你黑方走啥，黑方无棋可下，实战选择上将，那么红方选择落士，走到这儿呢，赵欣欣就投子认负了。这个棋如果选择进马，红方就横兵，这样的马也被牵死了。眼看着我的兵往下冲，这个棋呢必破士象啊，黑方必败。那这个棋走到这儿如果说选择把兵给吃了，那更简单，红方就回马，这个棋呢你躲不开，老将进不去你下将我就回马，简单把黑方的马给捉死就可以了下到这儿呢，赵欣欣一看大势已去，就爽快认输。蒋川凭借这盘棋的胜利是取得了2连胜。